很多人以为买 ETF 就比买股票安全，但是真实的情况是呢，很多人买了 ETF，最后还是照样亏钱，而且亏得很难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 ETF 解决的是选股难的问题，它并不解决人性难的问题。你买个股啊，最怕的是选错公司。买 ETF 以后呢，确实不用天天去判断某一家公司好不好，财报怎么样，管理层有没有问题了。但是 ETF 不会帮你解决三个更大的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呢，是你能不能承受回撤。很多人在买入之前都觉得自己可以长期持有，可是，一看到账户上跌了20%、30%，他面对的就感觉不是一个数字了，而是开始焦虑、怀疑、后悔和自我否定。这个时候呢，他会开始问自己了：是不是我买错了？是不是这个市场不行了？是不是应该换一个更强的方向？于是呢，原本说好的长期投资就变成了低位割肉。第二个问题啊，是你会不会把 ETF 买成了热点？很多人一听 ETF 就觉得它天然的分散、天然的安全。但是如果你买的是某一个特别热门的行业 ETF，或者某一个概念的主题 ETF，本质上你还是在压方向。比如说市场热的时候呢，你追科技、追新能源、追半导体，等它们都涨到高位了，你再冲进去买，那就买到的不是分散的风险，而是集中的风险。ETF 这个工具本身没有错，但是如果你把行业 ETF 当成了全部仓位，把主题 ETF 当成了核心资产，那它们就不再是配置工具了，而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追涨。第三个问题啊，是你有没有规则？很多人买 ETF 其实没有任何的规则，什么时候买凭感觉，买多少凭情绪，跌了怎么办？不知道，涨了要不要减也不知道。牛市的时候越买越兴奋，熊市的时候呢，突然停止了定投。最后看起来好像是在做长期投资，实际上一遇到波动就被市场牵着鼻子走。所以买 ETF 真正重要的不是找到一只所谓最猛的 ETF，而是得先问自己这三个问题：第一，你这笔钱啊是不是长期都不用？第二呢，能不能接受它中间下跌？第三，有没有定投仓位和再平衡的原则？如果这三个问题都没有想清楚，那买 ETF 也可能亏钱。ETF 真正的价值不是保证你肯定稳赚钱，而是能够降低你犯大错的概率。它降低的是选股的难度，不是人性的难度。普通人投资最重要的不能每次都想赢，而是不要在情绪最激动的时候，把一个长期投资的工具当成了短线投机的工具。真正决定我们投资结果的，不是买了什么 ETF，而是你最终有没有一套自己能够长期执行的原则。